来到我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大家好，我是美国 Ramon 卢蒙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合伙人徐亮 Jason。今天呢，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下面这个话题，有关是怎么样能够分享自己的著作权产品。这个话题呢，我今天想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有关这个著作权呢是怎么产生的。那么第二部分呢是想有了著作权以后呢，我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限制性的这个方式呢去分享我的这个著作权。那么第3个部分呢，我想讲一下，如果说是有了分享以后，别人有了违约行为，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好吧，那么第一部分呢，这有关著作权呢，它的产生呢，一共有2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是自动产生，也就是说，我如果是产生了一个作品以后呢，在美国呢，著作权是自动产生的。那么第二部分种产生的方式呢，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我产生的这个作品去美国的这个版权局前面呢去进行注册。那么这样以后呢，我注册以后呢，就会有一个正式的这样一个版权号。那么这2种形式有什么区别，对吧？那么如果说是注册以后呢，有了号以后，那么在全美呢都是可以进行通用的，那么它的适用范围呢就比较广。那么如果说是没有注册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适用的这个范围和这个地域就可能会有些地域性的限制。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如果说我有了著作权以后，对吧？有很多人呢就说我是不想分享的，那么我进行维权。还有很多人呢，因为是现在这个互联网的形式他说我很愿意分享给别人进行使用，但是呢，在分享的时候呢，我要做一些限制。那么在这种分享形式下，一共有6种形式可以分享。第一种是 PDM， 叫 Public Domain， 也就是说是呢，我这个虽然有版权但版权可能已经过期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可以整个是版权作品呢是免费使用。第二种呢叫 CC0， 它是什么意思呢？ CC0， 它就是说是我这个版权虽然是有的，也没过期，但是呢，我决定呢完全免费给这个任何人使用，没有任何限制。那么第3种形式呢叫 BY，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版权作品呢可以给后人免费使用，但是作为这个唯一的限制呢，就是说是后面使用者必须要注明出处，也就是说他使用这个作品是我的。那么第4种形式呢，它叫 SA， 它叫这个 Shared Alike。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这个作品可以给人免费使用，但是呢，使用我这个著作的人呢，他的产生的新的著作必须要和我采取同样的这个分享方式。打比方说，如果说我的作品是这个 CC0 免费，那么他使用了我的这个 CC0 的作品呢，也必须要以 CC0 的方式进行分享。第5种形式呢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是 NC 的形式，它叫 Non-Commercial， 也就是说是我这个作品呢可以给人免费使用，但是呢，使用我作品他产生的人呢，他产生的新的作品必须是不能用于任何商业形式，它可以自娱自乐，或者它可以用来作为教育形式，对吧？但是它不能用于商业用途。那么最后一种呢，它叫 ND， 它叫 Non-Derivative。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作品可以给人免费使用，但是呢，使用我这个作品的人呢，不能把我的作品进行修改，只能进行转发，或者说呢，他也不能把我的作品再加入到他自己的作品中。那么后面这4种形式这是BY、SA， 然后是 ND 和 NC 是可以混合使用的。打比方说，我这个作品分享方式可以是 BY， 然后是 NC。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这个作品可以给人免费使用，但是使用者呢，他必须要注明出处。2呢，也就是说，他必须呢不能用于这个商业行为。那么最后这一部分呢，我想讲一下，如果说别人用了我的这个著作，但是呢没有遵守我这个发布的这个方式，那会有什么后果？那么后果一般是2个。第一个呢，是因为他是用了我的这个作品，但是没有遵守我的这个发布的这个原则嘛，对吧？方式，那么他就是有一个违约的行为。
那么第二个后果呢，就是因为他使用我的著作的作品了，但他又没有遵守，那么违约，同时呢，他对于我的版权作品呢就有了这个侵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就可以拿起自己的这个法律武器去进行这个著作侵权的维权了。好的，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